来不及撤退的人瞬间被火焰蒸发，跑得快的7人和一个小孩则侥幸地躲进了一间地下室中。随着外面爆炸声的平息，死里逃生的几人也终于冷静了下来。地下室的拥有者老王第一时间用胶带将肛门给封住，随后他宣示了地下室的主权。他带着其他人开始熟悉地下室的构造。老王本人是个末日主义者，早前他就预感漂亮国必遭天谴，于是他早早就将地下室改装成了避难所。这里有卫生间房间，还有以前储存的食物，足够在场的几人生存一段时间。众人都十分感谢老王的收留，也都默认遵守了老王所设定的规则。就这样，9个陌生人在这间狭小的地下室内开始了避难生活。一开始他们还能吃着罐头说谢谢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末日的恐慌，他们的娱乐方式大部分只能是发呆。众人的情绪开始越来越不稳定。小伙阿乔第一个忍不住了，他叫上朋友波比准备开门查看外面的情况。所有人才后怕不已，一旦辐射进入到这里，那么地下室里在场的人都会领盒饭。随后的几天，众人又再次回到了短暂的平静，但日子也变得越来越难熬，一根烟都要轮流反复的抽。老王分配的食物也只有简单的罐头。众人的目光里开始无神，不知道外面的辐射到底什么时候结束。本来又是机械性重复的一天，却被门外突然传来的巨响给打破。随后火花开始在肛门处飞溅，众人以为等来了救援，全部欣喜若狂。但好在几人都十分熟悉这里的地形，老黑率先用随局面稳定下来之后，老王又立刻关闭了敞开的肛门。可就在他们检查死亡后，其他几人及时发现，联手将他暂时关进了一个房间里。为了救回小女孩，也为了了解外面的情况，当他们合力打开肛门之后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愣住了。阿乔小心翼翼地朝前面走去，随后进入了一个类似实验室的地方。这里的人也一样都穿着生化服，所以并没有发觉阿乔的伪装。这地方存放着很多瓶瓶罐罐，里面竟然都是人类器官的标本。更加恐怖的是，撞翻2名士兵之后，就慌张地逃回了地下室。阿乔告诉了大家外面的情况，听到这些的众人都陷入了绝望。可这时外面的人为了避免再发生状况，直接从外面把门给焊死了。这下这间地下室彻底变成了一所牢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先前被他们杀死的士兵尸体开始腐烂，没有人敢这样做。最后还是波比挺身而出，拿起了斧头。而老王一定私藏了食物，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那么就一定会开花结果。也就在这天晚上，老黑拿出一把手枪，悄悄来到了老王的房间，将逼迫老王打开暗门。老王也没想到，一直十分听话的老黑，竟然是第一个对他动手的人。房门乔和波比互相使了一个眼色，他们一拥而上，直接将老王制服，接着将他绑在了一个椅子上，开始逼迫他说出仓库的密码。眼看现场马上就要失控，小美不顾几人的劝阻，直接用刀子割断了老王的手指。小美还想说服他放下武器，但直接被阿乔用刀子给劝退。大叔再也坚持不住了，只能无奈地说出了仓库密码。当几人打开仓库时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因为仓库里不仅有大量的罐头和水，甚至还有巧克力和饮料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忘记这些东西原本就是老王的了。他们还将救了他们性命的老王给关进了小黑屋，让他自生自灭，此由他们来分配水和食物。但很快，其他人发现，在他们的统治下，地下室内的一切都变了。